们按照第一步骤，所以把船身上可以开的这些钻出来的这些排污孔，全部都开了这些洞。OK， 好，包含甲板内侧几乎能够打穿的孔，全部都按照它的建议尺寸下去开孔。不过我使用的钻头会比实际上的还要再小一点点啊，因为我不确定它的通风口这一些零件的密合度高不高，所以当我在安装这些通风设备的时候，如果孔开的不够大，那我就还可以直接在上面再做扩孔的这个动作。那如果孔刚刚好的话，那就不会有所谓的缝隙或者是摇晃的状况产生。那我们就先把船身给组装起来。刚刚已经组装完了船身的部分，所以组装船身之前要注意的事项就是很多的排污口这一些要先开孔出来，包含后侧这里还有需要开口的地方，都必须要一并的开出来。那我在组装船身的时候，中间的这个隔板，这个是没有固定的。这些我都没有粘死，并且船首的部分，你们可以看到我也没有粘起来。船尾的部分，船尾我也是没有粘起来的。这是为了要甲板上去的时候，我必须还要看看是不是整个船身是吻合了这个状态。所以如果我把中间给粘起来的话，那如果船身过宽，那它的挤压就会有所阻力。那如果船身过窄的话，那我甚至连要把船身撑开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不管是哪一家的船，只要中间是有隔板的设计，一般我中间是不会粘死的。OK， 好，再来 Verify 的设计，它的甲板除了你在组装的时候可以去对齐船首的这个部分，或者是船尾的这个部分，中间它也有一个固定槽。你可以看到它甲板这边它是凸出来的，这里也是凸出来的。那在鱼雷发射舱的这个地方，备用鱼雷的这个部位，这里有个凹槽，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砍进去，它可以帮助你定位。那定位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你稍微的捏一下船身，它的缝是可以变得非常的小甚至你上胶以后是可以没有缝隙的。好，那底部呢，这一次我使用的是要用铜铸的船台来做个支撑，所以我用了田宫的改造板粘在下面，中间埋了螺母在里面。这样方便日后我要把它锁在座台上的时候，我就直接把它锁进去就可以。好，然后我在固定这个螺母的这个胶，其实也不是什么很特殊的胶，就是我常用的这一个。我把很多的边框、废料框丢到里面去，让它融化，丢到田宫的这一瓶滤盖，这个胶水跟废框丢到里面去，让它融化。融化了以后，把它当成类似补土的东西，然后粘的整个船底都是所以它的牢固性其实还是蛮高的。它可以把螺母直接封在里面。
那上面的这2根就是螺母，它不会上下移动，这样子就可以达到固定的效果。所以我不会去买其他的强力胶类或者是热熔胶类的东西，我直接用现有的胶水，我就可以固定这个部位。那我们今天就是先把船身先组装起来，然后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是需要修饰、要修改的。好。好，我已经把船身大部分的迷彩色都喷上去了，然后我保留了朝上的这一面是使用军舰灰，就吴海军工厂的颜色，然后包含了前甲板前面的旗杆，然后后面的甲板区块以及后面的旗杆，我是使用了军舰灰那现在我在上面涂了一层很厚的遮蔽液，那这个遮蔽液并不是俊士所贩卖的遮蔽液，它是我自己用所谓的白胶去调出来的遮蔽液，就这个手工白胶。手工白胶调出来的遮蔽液它是可以水洗的，里面我有加了一点点的酒精，让它挥发的速度快一点，然后也加了一些水去稀释它。现在就是要验证看看这个东西的效果好不好。我已经放了1个晚上，等它干燥。那如果是失败的话，那我可能整艘船要重做，必须要把颜料全部都洗掉。OK， 我移除了大部分的，应该是移除了全部的遮蔽胶，所以就进到下一个环节，贴所谓的甲板压条。那甲板压条的话，其实这个不太需要看所谓的说明书，因为它的形状是非常的好辨识。那甲板压条它有分成正面跟反面，所以可能要给各位看清楚一点
正面是有相当多的凸点，反面是光滑的。因为它有凸点的设计，所以我才选择先喷油毡夹板色，再贴上压条。它如果今天上面没有凸点的话，那我可能先把压条贴好，直接上色，然后再用刀子把压条的金色给刮出来。问题是因为它上面有凸点的设计，我觉得到时候会残留漆料在上面，所以变成先喷完油布夹板的颜色后贴压条。那我们现在开始贴压条。